第2名，可以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年你离家的时候还对我说，你要证明给我看，你是对的，我是错的。爸，我可没说你是对的，所以我就错了。走吧。嗯。我已经拜托过邻居张叔跟陈叔帮我们照顾梨园，所以你就不必担心地里的事儿。我知道了，爸，你说过了。爸，你这一趟会去很久吗？大概要一阵子吧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进了凯华之后，一定要谦虚，不要随便发脾气，尤其是对杨总经理，一定要尊重他。这个你也说过了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唠叨了？这我上车了。哎，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麻烦帮我拿一下。谢谢。爸，那你保重了。你也小心啊，什么都小心点。嗯，回去吧。哎，回去。你为小童所做的一切，你所给他的一切，这远远超过了一个父亲所能给的。老野啊，如果你再把小童返还到童雷和杨世荣的身边，那你这下半辈子除了这个梨园，你还能剩下什么呀你？小希，你去哪儿啊？郑嫂，我先走了，你帮我办出院手续，听见了吗？哎，这怎么会是胡凯拿头奖啊？喂，姐夫啊，我是小新，恭喜你拿了头奖。不敢当，有事情吗？我姐很想见你一面。是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家。你的家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今天这是一场鸿门宴了。你严重了。我们2个姐妹一向很单纯的，所以没有什么能耐去搞什么鸿门宴。就因为我们很单纯，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忍你。你剽窃我们忍，你进凯华我们还忍，你通过我爸妈说要跟我姐交往我们也忍。可是我姐已经明明拒绝你了。还编造谎言跟我爸妈说我姐同意跟你交往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法忍了。偏见，真的是偏见！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俩对我的偏见这么深。说我剽窃，小童就在这儿，你们可以当面问他。至于我进海华，是你爸妈主动开口提的，不是我自己去求的，这你也可以去问你爸妈吗？至于我喜欢你姐姐小兰，这有什么不对的？你是不高兴，可你爸就乐得很。你爸爸巴不得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来保护你的姐姐。小童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吃定了凯华集团的经济危机，掐住了我爸妈的脖子，所以我妈才会在最后的评审会上翻案，所以他才会拿了首奖。小希，就算你妈翻案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够了。谁来告诉我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无论你想散播什么谣言，随你的便。我相信我的好朋友尹彤的耳根子没有那么软。随便。等等，胡凯，刚才小新回家，他告诉我，你拿了首奖，还说我妈让他准备
叫你一声姐夫，真是好奇怪啊。他问我，难道事情就真的这样了吗？是不是有一天，胡凯说不定就真的娶了我？是不是有一天，胡凯说不定就真的接管了凯华集团？难道事情就真的这样了吗？我现在要告诉你2件事情，请你听清楚了。第一件事，设计展的首奖是被你偷走的，那个奖杯呢，就暂时先寄放在你那儿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讨回来。还有第2件事情，我早就喜欢上一个人，据说我们心意相通。据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他害怕的不是他的悲伤，而是我的寂寞。因为他想陪我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而我却不一定能奉陪到底。因为我明明什么都给不了他，我明明随时都会弃他而去。可是他却拼命的想要给我什么，他还说要为我盖一栋白屋，就在他父亲的梨园里头。我一直在拒绝他，一直在躲他，一直到今天。胡凯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2件事情。我不想再躲了，也不想再拒绝。我要告诉这个人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跟他一起盖那栋白屋。胡凯，你都听见了吗？其实呢，我应该谢谢你的，因为我姐的决心是你给逼出来的。胡凯，你能不能可爱一点啊？哦，我说的是那种真的可爱，而不是在我爸妈面前装可爱。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像小童一样可爱的话，也许我都会爱上你呢。我赢了！我也要抱抱，我也要抱抱。橡皮心，来吧。我还是第一次来梨园呢，原来梨园就长这个样子啊！姐，你就是在这儿认识尹伯伯的吗？尹伯伯呢？怎么没看见他？爸刚走，他去外地观摩别人的梨园。那不是太可惜了？可惜什么？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看见你跟我姐这样卿卿我我的样子。橡皮心，我没有说错啊！刚才要不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，还不知道你们2个要搂到什么时候呢！啊，恶心死了！姐，那我先走了，阿飞还在等我呢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不能先走，你要是走了，等一下我一个人怎么回去啊？有小童在，你问我怎么回去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可是刚才我是坐你的车子来的，现在都已经爱情当头了，你还在担心有没有车子坐？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放心吧，姐，有小童在，就算背他也会背你回去的，对不对，小童？背题了。那我走了，拜拜，走了。如果不是小新，今天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。如果不是小新，我们2个人也没有机会这样站在一起。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。
小新，谢谢你的成全，姐对不起你。想哭，你就尽量哭。以前虽然经常来你家，这一次却是第一次跟你一起来，感觉好特别啊！我已经跟我爸讨论过了，会把白屋盖在梨园。小兰，真的决定好了吗？因为一旦决定了，就不能反悔了。我决定了，你呢？你也真的决定了？自从我画出白屋草图的那一刹那，就已经决定了。可是如果有一天我……没有如果。既然相爱了，就别管什么如果。何况我只相信，这个世间只有盛开的爱情，没有永恒的爱情。我会有这种想法，可能跟我童年经验有关系吧。你看我爸，他那么爱我妈，但结果我妈还是离开他了。我也不怪我妈了，因为我相信，她是去寻找一个梦想，一个我爸没办法给她的梦想，于是她就走了。没什么道理，也没什么对错。小兰，你总是希望可以花开永远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有花开，就有花谢。只有盛开的花，没有永恒的花。而这个，就是我们两个爱情的写照。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我，我真的如此相信我。你这么说，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走了，你也不会太伤心。既然已经盛开过，那何必伤心呢？真的吗？你这样说，我就可以放心了，因为我一直很害怕，有一天必须要走，可是我舍不得走，到那个时候就会很难过。这种事不会发生的，就跟花落一样，要走的时候就潇潇洒洒的走，开开心心的走，花落入土，没什么好难过的。可是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盖白屋呢？你曾经说过，你想在大地留下一片永远的爱。既然你只相信盛开，为什么还想要永远呢？你想太多了。这稿子不是前2天让你弄好的吗？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搞成这个样子？你到底是来上班的还是混饭吃的啊？这么明显的瑕疵你都看不出来？还有你，早就让你把评审委员会手里的电子文件和光盘收回来。评审委员会是7个人，你告诉我为什么这儿只有6份？我提醒过评审团的夏教授，是他自己没有。你自己没长脚啊？他忘了你不会去他们家拿？我跟他说了，他也觉得很奇怪。他以前担任过评委，可没有听说资料是还可以回收的呀。你不会跟他解释吗？啊？时空之印是多么重要一个案子，我们要拿去跟人家竞标的，这是多大一笔生意，你知道吗？
要是不小心流传出去，你说是你负责还是他负责啊？啊！你现在就给我滚到他们家去，哪怕是跪7天7夜，你也得给我把他要回来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们几个啊，你们要是再这样混下去，别以为了不起就是被我开除，没那么简单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一定会告你们，如果这个案子丢了，让你们打一辈子工都赔不起。如果我决定不进凯华，你会介意吗？我早就想到你会有这样的决定。接下来，无论是你或者是我，都肯定要承受很大的压力。准备好了吗？在我下决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包括来自于你爸妈的压力。嗯。昨天你们2个女儿，当着我好友的面，再度把我羞辱了一顿。这不要紧，让我觉得难过的是，他们居然指责我，说我对小兰的情感是假的，说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你们杨家的家产。好吧，这也不要紧。你们也都知道小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虽然我对他一忍再忍，虽然我宁愿相信他的为人，可是在我心里最深处有一块是很清楚的，也许我是自己在欺骗自己，我宁愿相信小童是一个那样的人。也许方怡和杨叔才是对的，小童啊，他真不是个东西。可是那样的话，我真的会担心小兰，我担心小童会欺骗小兰的感情，因为小兰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真的会觉得很心疼。最让我难过的是，小兰为什么宁肯相信小童，她也不相信我呢？胡凯啊，方怡只能跟你说声抱歉。不过这事儿啊，我一定还你个公道。方怡，这也没什么。方怡和杨叔都对我这么好，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分内的工作做好，赶紧把时空之印递出去，帮公司渡过难关，别的事都不重要。方怡，过2天这个案子就要递给规划局了，还有很多琐碎的事。如果2位没有别的事的话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那就辛苦你了哈。哎。跟你说啊，咱们小兰整天待在家里，那尹彤怎么会认得她呢？你看看，把胡凯整成什么样子了？还有咱们家那2个女儿也被他耍得团团转。这个尹彤啊，真赶他。我找杨欣，没来。让他来了之后，让他马上来见我。日式乌冬面。啊，你在哪儿买的？在哪儿买的很难说清楚，反正啊，我起码跑了3条街，得罪了10家店的老板，因为他们没有卖这个日式乌冬面。哎，辛苦辛苦，谢了谢了。嗯，好吃吧？嗯，慢点吃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记得有一回方总骂你，你也是拖着我到这儿来晒太阳，所以我猜你今天啊一时半会也不敢回公司，所以只好到这儿找你了。嗯。知我者除了我姐，莫过董俊祥。嗯，好吃。你吃完了之后呢，也就回公司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别催了，明烦死了。哼哼，你也吃一口吧。什么就吃辣椒？换个别的。不要，吃。来。去吧，
好的，去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好吧，好不好？听话啊，拜拜。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那你陪我进去。我陪你进去有什么用啊？在这等我。我干嘛等你？因为我时间。说那么多干嘛？到底等不等？等啊。那也差不多，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好啊。你。那个小姐，麻烦你，我想要一张纸和一个信封。爸妈，我不想跟你们吵架，所以这张纸就当做是我的辞呈吧。妈说的对，我不应该继续留在公司，差别只在于用不着你们叫我滚，我自己先滚。爸妈，你们曾经教过我相信很多事情，但是真的还存在吗？公平、正直这样的东西，在凯华集团真的还存在吗？我相信他们还是存在的，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我还是会追寻到底。只不过我只能到外头去找，在你们面前就让我当个单纯的女儿好吗？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苦衷，所以就别再让我的固执和不肯妥协妨碍你们了，这样行吗？不要让我恨你们，就让我单纯的以一个女儿的身份永远的敬爱你们，好吗？你好，麻烦帮我通报姚总经理，我叫尹彤。请稍等。尹彤，哎，杨总，来坐。你今天来是不是想指责我呀？因为我曾经向你许诺过，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，可是我没有做到。杨总，我今天来不是要指责你的，相反的，我是想跟你说声谢谢，而且顺便跟你道个歉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一直都希望我可以加入凯华，但我肯定让你失望了。我不会进凯华的。我真是搞不明白呀。进凯华不是一直都是你的梦想吗？对啊，曾经是，因为我一直都以为建筑是一种纯粹的艺术，不应该跟种种权力与利害关系有挂钩。但经过这次这件事呢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，原来现实与梦想是永远互相冲突的。既然你都想明白了，你这么做就叫做不切实际。那我宁可不切实际。尹彤啊，你这样做会辜负你父亲对你的期望的。我会请求他谅解。你的决定叫一意孤行，不负责任。不进凯华，就是我对自己负责任的决定。这是你自己的想法。你回答我，你是怎么负责任的？凯华可以栽培你，你不肯来。你父亲的用心良苦，你置之不理。还有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，我绝对有把握可以把你栽培成一流的建筑师。我们都是希望你好啊，你明白吗？你这么做，
对我们负责任吗？你有的只是自大、自傲、自恋，缺的就是责任感。杨总，如果你所谓的责任感是用妥协换来的，那我不要。如果是用你们的权威加注在我身上的，我也不要。我们真的是为你好啊！你进了凯华，对你的事业是有帮助的。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？对啊，我承认我是不理解你们，那相对的你们也不理解我们。杨叔叔，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吵架的，是要跟你说明2件事。第一，我不会进凯华；那第二，我现在跟杨澜在一起。那我不管你们反对也好，赞成也好，这个是不会改变的。那这2件事呢，麻烦你转告给方母知道。就这样，走了。腾雷啊，你的儿子跟你真像。哼，好狂的口气哈！是他不想进我们凯华，还是我们凯华根本就不想要他？女儿是我们的，要是我们硬反对，他能怎么样？哎，有件事啊，我倒是很纳闷，为什么尹彤只敢找你，却不敢找我？可能是我们以前接触的比较多吧。我看不是这个原因吧？那会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你软弱，是你的软弱纵容他的狂傲，也是因为你的软弱纵容我们2个女儿目中无人。也好，就利用这次机会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彻彻底底的清理一遍。都好晚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我好像听见车声了，应该是爸妈他们回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那不等他们来找咱们主动去找他们，好不好 ？OK， 走走。看到你们姐妹俩牵着手一路这么走过来，想必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你们都知道了。我们知道。我已经有预感，你们会指责设计展一点都不公平。你们也会帮着尹彤求情，小新也会坚持辞职，正如同尹彤一样，不想进凯华。可是很抱歉，这些事情不是我要说的。你们先看看这个吧。这份文件是公司内部的最高机密，根据会计师帮我们精算出来的结论，如果下半年我们无法度过财务危机，凯华集团只能宣告破产，总部大楼将被查封，这栋红楼将被拍卖，爸妈会受到董事会的结算，我势必会卸下董事长的职务，你们爸也会交出经营权。不止这样，在总部工作的300名职工，在各地建筑工地工作的2200名工人和工程师都将丢掉饭碗。2500个人的背后，就代表着同样数目的家庭，而这些家庭不分老老少少，他们的生活都将失去平静。小兰、小新，这阵子爸妈忙的是焦头烂额，心力交瘁。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爸妈为了扛起这样的责任，无怨无悔。
我们只能想尽办法来解决这个危机。只要还有一点点机会，只要还有一点点可能，我们都不敢放弃。所以，就算你们骂得对，设计展是不公平，我们仍然只能选择蛮干到底。就算你们不喜欢胡凯，从头到脚把他评得一文不值，我们还是只能选择重用他。没别的道理，只因为我们没得选择。小新今天跟我说，他不想妥协。尹彤跟你爸说，他要为自己负责。可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所谓的负责，所谓的不想妥协，是多么的渺小。今天我要好好给你们上一课，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负责。哦，我累了，我要睡了。晚安，爸。晚安，爸。所以啊，小新的辞职我不准。妈，你不是已经同意我可以离开公司了吗？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怎么不可以这样？我现在是教你面对责任，而不是逃避责任。我没有逃避什么责任，所以辞不辞职是我的自由。你的自由是我给的，我给不给你自由是我决定的。我说不许辞职就不许辞职。妈，既然小新他不愿意待在公司，你又何必勉强他呢？对啊，妈，你这样也太专制了吧？不是说好了心平气和的说吗？可是妈这样太不讲理了。错了，我非常讲理，但是我的确很专制。想治理好一家公司，就是得专制，否则人多嘴杂，每个人都像你这样，怎么管得了那么多人呢？妈，我知道您跟我爸做的这一切都是希望我们能好，可是事情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吗？我跟小新，我们两个人当然都希望凯华好，都希望凯华的职工能够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和生活，可是那也未必就需要去扭转设计展的公平性，不是吗？只要时空之印的案子够好，就算他拿不到设计展的头奖，他一样可以为我们公司争取到新社区的规划案呀。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才对。规划案和设计展为什么一定要挂钩呢？你这是在教训我吗？妈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明白小新，他之所以想维护设计展的公平性，并不是为了尹彤一个人设想的。他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能够维护凯华集团的信誉。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所以他没有错。哦，他没错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妈，别再说了。你们姐妹俩的个性我清楚得很，要不给你们点教训，你们是不会知道自己有错的。所以小新的辞职我不准。至于你小兰，你身体弱，爸妈不会骂你，可是这并不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。所以我决定了，不许你和小童再继续交往下去。妈，郑嫂，你来一下。董事长，我已经打电话问过郑嫂了，她说为了给你方便，一直忙着你爸和我，每天下午都会让你出去散散心。我想正是因为这样，你才认识尹彤的吧？所以我已经吩咐过了，如果以后再纵容你偷跑出去，他就别待在我们家了。郑嫂在我们家很多年了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可是你再敢和尹彤交往，无论是你跑出去，还是他来我们家，我都会让郑嫂走。你听清楚了吗？妈，你干嘛要这样做呢？比起你爸和我必须面对的2500个家庭，你的责任轻多了。你只需要面对一个郑嫂，不是说了吗？这只是让你学会什么叫责任。小童，可以聊聊吗？
什么事？杨澜的事。怎么？你是要搬回你家吗？别废话了，有什么就快说吧。看你的态度，是不是她们姐妹俩告诉你，把消息放给记者的人其实是我？他们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做。我问心无愧啊。就算你问心有愧，我也无从查证。所以你宁可相信他们，也不信我。你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正在喜欢小兰，所以让你觉得不安了，嫉妒了。你的口吻让我觉得，真正不安、真正嫉妒的人是你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方董事长让我告诉你，请你以后不要靠近杨澜。哦，那请你告诉他，不可能的。姐，怎么办啊？我的事情还好办，反正不管妈妈同意不同意，我是不会去上班了。可是你呢？你跟小童怎么办啊？没想到妈妈这次竟然拿郑嫂来威胁你，这关郑嫂什么事情啊？什么时候妈变得这么不讲道理了？小童，喂，喂，小兰，刚胡凯来找过我，他说你妈不许我再接近你。哦，你也知道啊。我妈她已经禁止我再跟你见面。但既然我们决定了，就不能再改变，所以明天我还是过去找你。明天你先不要来，小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她用了一种很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威胁我，如果我要是跟你见面的话，从小把我带大的郑嫂就得丢掉工作，我不能害了郑嫂。小童，我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不会再改变，我也不会后悔，只是你要先耐心的等我一下好吗？我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，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小兰，对不起，让你为难了。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我们明天再通电话。再见。再见。小兰，一定要再见。一定要再见。小兰，当心着凉，来。郑嫂，你千万别怪我妈，最近公司里面发生了好多事情，所以我妈的情绪才会那么失控。我知道，我不会怪他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受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照顾，感激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他们呢？哎，小兰啊，你就别顾虑我了，我的能力还行，再找份工作不难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呀。我是看着你和小新从小长大的，说真的，你们就像是我的女儿一样。特别是你，身子这么单薄，要是来个生手，让我怎么放心得下呀？对呀。